我是秋平，我现在在北太行山里面。其实太行山今年我们上半年也已经看过了，不过呢，主要是去的南太行，在南太行里面看到了很多古村落。太行山呢800里分为南北太行，其实太行山也可以称之是一个文明史、文化史，在历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呢都来过太行，还有呢比较有名的禁欲古道也是穿越太行。那今天我们在北太行这里呢是来看一个无人村。我已经很久没去看过无人村了，最近呢也有些朋友说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刚好呢在河北唐县太行山这里面呢有一个，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村落就在前面，我站在这里还能零零散散看到一些房屋。大家看这个道路非常小啊，就证明这个村落呢在之前可能没有把道路修好，那已经迁移走了。这个其实应该已经算是村头了，这个村落的位置应该算是比较不错吧，一条河流在旁边，所以自古以来建村建房，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都是靠近河流旁边。你看这些地方没有桥，没有道路，那么以前的话，可能大家进出的话就走路或者骑个摩托车、自行车等等。在这里呢，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房屋了。像太行山里面的很多村落啊，基本上都是石头村落，南太行也是，北太行也是，因为算是就地取材嘛。太行山里面其实也可以称之是一个石头山。我们现在走过去看看，那这栋房屋呢已经坍塌了。我们现在过河，这边太行山里面的水啊还是挺多的。这个水我感觉啊应该是挺冰凉的。又看到房屋了。像这些大山里面的村落啊，它基本上是依据山体建造的，就是房屋应该是分开的，不会集中在一起。先去这边看一下。那么以前这里应该都是属于房屋的，只不过呢后面没有了。这个杂草非常高啊，还好现在是属于我们说快入冬了，天气比较凉，要不然像夏天杂草这么多，还真的不敢进来了。前面那栋房屋已经坍塌的差不多了，我就不过去了，因为这个村里面房屋很多，然后这个上面呢也是一栋房屋，你看都是依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来到这个村落得感谢一位当地的大哥，因为我开车大概离这个村落3公里的地方就停下来，不敢开进来，因为道路不太好，有些塌方。我刚准备徒步进来，那位大哥就发现我，问了我一下是干嘛的。我说来这个村落看一看，他就主动说我骑摩托车把你送进来。非常感谢啊！这个大山里面的人呢还是非常淳朴的，并且呢他告诉我一个事情，他说这个无人村里面呢还有2个人居住，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守村人。守村人大家应该经常听过，但是没有看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附近呢也有一个守村人，基本上每家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守村人是什么样。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对面看一下。走这样的路要小心一点，别搞成落汤鸡了。这个道路看起来是有人走的，因为这个无人村时不时有人来参观。那同时呢，这里面如果守村人在这里生活，他们也会走一走嘛。说真的，今天来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不易啊！我开车一路都是开小路进来的，还好是遇到一位当地的大哥，要不然我都徒步都要好久。哇，在对面也有很多房屋啊。那么可能这个村落的房屋就是在这个山谷的2侧。你看那里是房屋，这边也是。等一下看看哪里能过去，全是石头王国。这个村落据说是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了。哦，到了这个上面就别有洞天了。看看这个房屋，这个应该挺大的。看到这些窗户和门，就能体现年代感了。
你像这样的窗户和门，基本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建的房屋，因为2000年之后一般就不会用这种材料了。这上面还有这么大的横梁，这都是以前留下来的痕迹。哎呦，得小心，杂草丛生啊！这里感觉是一户人家还是几户人家呀？全部倒塌完了。如果是一户人家，这也算是大户啊。在这里还发现一个地下室，看看有台阶下去。我就不走进去了，继续往前走。看到的都是石头做墙壁呀。哎呀，我在前面看到牛羊了。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守村人在这里那个养牛羊了。这里面还挺大的，这一块肉眼可见的，以前全部是房屋。啊，你好，叔你好，您住在里面吗？啊，你住在里面吗？这个就是守村人了，不过他不太愿意说话，说的我们也听不懂。我一开始不知道这里有守村人，要不然我会带点东西过来。刚好我口袋里面有一点瓜子，就全部拿给他了，他还挺愿意的，然后就离开了，可能也是吃饭去吧。我们经常听到守村人，那么守村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是指农村那些心不坏、有点傻，甚至有点疯癫，村中大小事都知道，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主动去帮忙，只要给口吃的就行。反正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守村人呢是来苦修的，他能够为村子消灾挡难，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挡在自己身上，今生苦来世福。一般都说守村人天性善良，好像我们看到的守村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守村人离开没多久，我又碰到一位大叔了。你好，您住在这里吗？哦，你哪里的？我南方的。哪？江西，来这边看一看。向这位大叔了解了一下，他是在这里放羊和养牛，羊的话大概有150多只。刚刚那个守村人是他的小孩，说是头脑不好，具体是生病引起的还是天生的，我也没仔细问，这个也不太好。这位大叔告诉我，他其实也是这个村落的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村落的历史啊，它是叫做大岸沟村。那么我查了一下资料，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啊，这里呢是一个兵工厂，因为当时八路军在这边。那后面呢，这里呢就变成一个村落，有人居住。不知道在八路军这里建设工厂之前有没有村落啊？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村子里面还有人居住，结果刚才这位叔说，尽管他在这里放羊，但是呢，他不住在这里，是住在外面一点，因为这里面的房屋基本上是比较破了，不适合人居住。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守村人呐，也是在外面居住，跟这位叔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位大叔在这里生活，应该是为了照顾他吧。然后呢，就养一些羊、牛等等。这个就是牛了。这个地方养牛养羊还是很好的，因为这边那个草啊都比较茂密，这些房屋呢也算是比较结实，历史也比较悠久。因为看这个它那个石头之间的缝隙啊，不是水泥，而是早期的那种我们在看那个明清时期那种里面弄的那个粘合剂一样，所以看得出来历史有一段时间。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放羊的，因为我通过航拍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牛羊。刚刚那位叔的话，他是养了150，哇，好多啊，黑的白的。哦，不是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个牛羊在叫。为什么会搬走呢？其实跟我们经常说的大同小异。这个地方交通不便，然后呢，
很多年轻人出去上班，他就是在外面定居，不愿意回来，然后呢，把那个父母接走了，这个村落人就越来越少，最后呢，导致成了无人村。其实，在大山里面的很多村落都是这样的。太阳山里面古村落特别多，我今年还看到很多人呢，就是说他以前是在大城市上班，然后可能为了休息或者是为了其他，很多人呢就选择来这种大山里面那个租一套院子，相当于隐居生活嘛。其实如果有网有水电的话，我在这种村子里面都能住很长一段时间。前方这个房屋尽管说看起来是倒塌了，但是明显看得出来，这个房屋也算是不错的。你看这个草，真的是比我人还高啊！这个房屋应该也是有一段历史了。我猜想它这个门窗应该是后面更换的。倒塌的差不多了，应该也算是危房了。哎呦，这个床就是炕，这个是北方的一个特色啊。因为这些大山里面，它冬天肯定是比较冷的，很有可能弄不好还大雪封山。那么就靠这个炕区呢，这个灶台就在这个下面，做饭在这里，然后那个热气就到炕上去了。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他如果有点条件的话，还真的比较喜欢这种农村生活、山村里面的隐居生活啊。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就是说条件达不到，你必须得出来。这个大家应该认识吧？在黄土高原，北方很常见的，叫石碾。这个村子还是挺偏僻的，也是最里面的一个村子。800里太阳，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都是大山呢。这个村落完全就是在山谷里面。看看前面这些道路都是用那些石头堆砌而成，所以走到这些村落啊，特别山区里面，真的是佩服这些人呐，他们为了自己的家乡，真的是付出了每一份努力，奉献了自己好多啊。那像这种道路都是全村的人，男女老少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土难离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呢是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习惯在这里；另外呢，家乡呢也是他们奉献付出的地方。所以经常说一些小孩在外面定居，把老人接过去，老人呢可能住个10天半个月就回来了，因为实在是不习惯。你像在这种村落里面多好，大家都认识。在这里还发现一个自行车，这应该是28自行车吧，现在已经很难见得到了。我当时学自行车的话，就是学的那个28、26这些。往这边走一走，反正这个村落里面现在是一户人家都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房屋全部是倒塌了，连守村人都不居住在这里，因为确实可能不太合适。这个门当时他们搬走的时候还锁住了，看看里面是什么。哎呀，哇，这一户人家挺大的，一进来是一个房间，里面也是。我们对比一下外面，这还挺大的。这种房屋啊，其实我们明显看得出来，什么是修建的，有区分的。你像这个，就是后面修建的，而前面那个呢，就是历史比较早了，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那种房屋啊，基本上就是以前建筑的风格。这房屋历史，我估计也可能有100年的历史。反正看了一下这里面，我都感觉像这里以前有地主大院一样的。大家看看这些横梁，这么粗壮的，那肯定
这个房屋有100年历史了，因为明显看得出来，它连水泥还有那种以前白色的那个粘合剂都没有，就直接用石头堆上的，然后里面弄一些泥土，那么历史就非常悠久了。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像我之前走的很多山寨遗址一样，在这个下面呢也有一些留下来的痕迹。我身后这一块全部都是啊，这一块呢称之为无人村，其实现在完全可以称之是一个村落遗址，因为已经完全没有人居住了，只剩下一些石头。那么再过些年，这里面的那些木头啊，慢慢的腐烂，只剩下一些砖和石头了。如果过上100年、200年，就跟我们这个看那些长城遗址一样的。那这个古村落我们就逛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